Hello，大家好，我是自带大头特效的小王。今天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前 Facebook 工程师伟哥，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一期的节目。然后我跟伟哥呢相遇比较奇妙，因为当时伟哥是从 Facebook 回国，来到了国内一家比较好的互联网公司做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刚好当时我在找工作，他面试我的时候，我们两个聊得特别好，然后最后没有给我 offer。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5000的话，我们下期单独出一期视频，后悔了，来聊一下。你闭嘴，来聊一下这个事儿。OK，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咱们国内的 TikTok 在美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面临着被封杀。然后呢，同时这个时候呢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又出来说，这个我们中国的企业剽窃了美国的这个技术。伟哥呢，首先他是 Facebook 3到4年的一个老员工，然后同时呢，在17年年初的时候，抖音当时还没有在真正崛起的时候呢，收到了抖音的 offer， 然后呢，他特别的没有眼光的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呢，他对两家企业都特别的了解，对你真的是太没眼光了。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可能对国内的一个影响啊，包括对我们年轻人是不是有一个机遇上的一个变化啊？对，你还没介绍自己呢，你介绍一下。大家叫我小徐就可以了，是小王的好基友。因为最近是美国开了一个听证会，是反垄断的听证会，然后会上面扎克伯格说，其他人都没说嘛，然后扎克伯格说这个中国的企业剽窃了他们的技术这个事儿，他说他有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反正现在好像还没有说有什么证据，我也相信就是扎克伯格应该是没有证据的。那他为啥要说呀？只是一种就是政治打压或者是一种商业行为的，就是议价的工具吧。所以说就是现在是商业行为跟政治行为现在进行了一个捆绑。对。OK， 那可能咱们国内的用户对于美国的市场不是特别了解嘛？那 TikTok 在美国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态势，至于美国专门出政策来去搞掉它呢？对，就是 TikTok 在过去的1年时间中吧，在美国就是屡次登到那个下载排行榜的第1位，然后呢，在美国就是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就下载了 TikTok 在玩，然后可能有很多就是我知道的一些，就比如说 YouTube 啊、Instagram 的网红都慢慢转移到这个 TikTok 上面，所以在美国就 TikTok 还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对 ，OK， 然后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是海外的科技圈一直在黑说中国剽窃了很多的美国的产品创新，比如说觉得我们微信是对标的 WhatsApp， 我们的这个人人网对标的是 Facebook， 你在美国也待很长时间，那美国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行为？还是说这种行为只是我们存在过？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可能美国这个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比较早。所以的确在互联网早期很多这个中国的商业模式参考美国的一些模式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在近几年，美国也开始参考很多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因为在业务层面上，我感觉国内的发展速度还是远远超于美国的。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就会全面超过美国。所以在这个阶段下，就是有更多的好的商业模式，有可能美国企业也会超过去。那咱们就直接点聊，就是你在 Facebook 3年的时间里边，对，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哎，真就是美国某一个功能点是这个借鉴了国内的一些创新的，有没有这种案例呢？肯定还是有挺多的。这个当时二维码嘛，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在亚洲国家非常火的，在国内也非常火。然后记得当时有一个微信的朋友吧，就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展示了一下，就是在国内是怎么用微信的二维码去这个连接商家的。当时呢，他在那个大屏幕上投了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简单的一扫，哎，就可以完成某一些服务，非常非常方便。那个时候就我周围同事都惊呆了。然后呢，回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发，就是做了二维码这套产品。但是呢，发现可能只在亚洲国家可能比较适用，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基数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这个产品没有最终推行下去后面呢，发现Snapchat 突然开始做这个二维码的加好友的功能，然后 Facebook 看到了之后，马上在 Messenger 上也开始做这个二维码的功能，所以。其实你说这个参考借鉴也好，抄袭也好，就是其实 Facebook 也会做类似的动作吧。对，所以就其实没有必要就一直双标黑中国，对吧？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个可能媒体会写的比较过分一点，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理智的去看这个事儿，就是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是的。咱们接下来聊一下那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吧，因为你在 Facebook 待了这几年时间，应该见过几次他吧？对，见过2-3次。见过2-3次，那你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对他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的？在公司内，每隔一段时间会有这个黑客马拉松的项目，然后呢，通过这个马拉松的项目呢，如果你跑出来的项目就有机会跟扎克伯格1对1的去交流产品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你还挺牛啊，你跑出来了。对，当时这个还是有一点牛逼的。见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很随和、很亲近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最近我在新闻上看到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就发现怎么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慢慢露出了这种商人的面孔。
就是还是有点差距的，跟我内心所想的扎克伯格。是不是也有可能真正的扎克伯格被外星人抓走了？这是这个有可能感觉就好像不像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是吧？对，他变了。聊完扎克伯格跟 Facebook， 咱们还是聊一聊你拒绝的那个抖音吧。嗯，你是17年的年初左右拒绝的抖音，然后抖音在下半年就以势不可挡之势也不是拒绝吧，就是，就是可惜了这个机会，就是拒绝你，就是一个眼光特别差的人，对，拒绝抖音，拒绝我。所以如果你当时没拒绝的话，按抖音这个发展趋势，然后头条现在那个字节也快上市了，你现在是不是差出来个？对，最起码几百万吧，差出来个几百万。聊一聊当时的一个感觉吧。对，当时抖音在国内还不是特别的火当时17年年初的时候，应该可能 DAU 也就小几百万吧。然后当时在国内最火的短视频应用是快手嘛，当时可能已经 DAU 可能快上亿了。和大家聊的时候就发现，抖音这个产品是对标这个 Musical.ly 这个产品，然后 Musical.ly 当时是在美国相对好像爆过一小段时间的一个产品。但因为我在美国生活，也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很火。它的这个主要强调的是这种唱唱跳跳音乐类型的，感觉这一类的产品如果要先火起来，肯定是在欧美国家先火起来，然后可能在国内的话，因为已经有快手这个头部的产品在了，所以可能也会抖音就，我就在想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比较小众的产品，对吧？而且当时头条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火山这款短视频产品上，对，所以就感觉抖音还是比较难跑起来。想不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现在都是火山已经成为抖音火山版了。对啊，然后火山反而被抖音吞 ，Musical.ly 被抖音收购了，然后 Facebook 被抖音搞了，开始抹黑了。是，你的眼光问题很大，问题太大了。我觉得不仅是我吧，当时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17年后半段的时候，的确把所有的资源都倾入到抖音里面去了。但在这个之前，其实所有的资源都还在火山上。后面发现火山好像没跑通，然后反而就是抖音就是另辟蹊径，打出了自己一片天地。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说，一个是抖音真的是开辟了一个国内产品在国际化市场的一个先河，对，一个特别好的先河。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发现，原来我们能给美国的科技企业造成这么大的危机感。对，那你觉得整个的这个事件，现在美国是希望能通过这个事儿来绞杀中国的科技行业，不仅仅存在软件，硬件也是。这个麒麟的那个芯片现在也成问题了，所以就想跟这个伟哥聊一聊这个事儿，对于整个中国的科技行业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我们可能互联网的从业者呀，这批人，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坏事，对吧？是一个不好的事件。但我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跟挑战，不过是一件好事。OK， 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呢？是因为首先第一点，TikTok 这个事情已经证明我们国家互联网企业的这个产品或者技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端，对吧？已经可以走向世界了。我们的产品是有得到了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些认可的，不然它不可能这么火，对吧？所以我们是有能力走出去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呢，遇到这些阻碍，对吧？这些冲突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我相信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TikTok 这个事情呢，成与不成，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假设成功了，这个越来越多国内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就会走出去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不成功呢，我觉得也会给世界一种认知，或者是给国内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借鉴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就对国内的互联网出海或者国际化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TikTok 或者头条已经在推动这件事情了，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推动下去第三呢，就是对于就是我们这个从业者同学来说，我觉得国际化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的，因为这个我们也比较了解国内的互联网业务国际化的确是一个相对而言空间很大，然后确定性也比较高的一个市场所以呢，我感觉在不远的未来，这个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有广阔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缺这个国际化的一些人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机会，我觉得在未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人才的缺口。所以就是以前学英语是为了跟别人取经，现在学英语是为了就攻占全世界，对吧？对，所以就可能 TikTok 这事儿可能会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国门去做国际化，成为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终身的一个事业。对，所以还听起来还蛮热血的，对吧？对，我觉得我们跟大家应该共同努力，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起为这个咱们中国的科技企业走出国门、崛起而奋斗。对，奥利给！奥利给！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听完路易斯逼逼这么多，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理科生，但其实呢，他大学读的是文科。然后呢，作为一个文科生，跨行毕业去了 Facebook 做一名工程师。我在小王养成日记公众号上对他进行了一次约稿，让他来聊一聊他当时是怎么去跨行的。现在是不是还没写完呢？马上写完，赶紧写。然后视频发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差不多写完了。大家可以去我的公众号回复“文科”2个字来领取这篇文章。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给这期视频一键3连，咱们只要满5000赞，下一期呢，咱们就再拍一期来聊一聊当初你为什么不给我发 offer， 咱们来好好的复盘一下这一次面试都发生了什么。下一期我来做主。可以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来，伟哥跟大家拜拜。好，这个小王的粉丝们，谢谢大家，下期见。太官方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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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第二点是什么来着？我哪知道？我问我呢？不是，我刚刚想好了。怎么这么逗你？